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岂有此理开春第一炮。我们邀请到重量级的人物来进行专访。每个人的出生到死亡，其实一生都跟这个部会有关。热烈欢迎内政部长刘世芳。时琪好，各位大家好，新春快乐，蛇年行大运。我跟这个部长其实认识蛮久的，然后对你18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对，我现在大概25岁。对。然后呢，我就看到你其实很辛苦啦，因为内政部真的包山包海，所有的事情都要你们来做。对。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新年之前你们的预算也被大幅删减。我们先从预算先来谈起，好，它实质会影响到内政部的哪些业务？其实刚刚时琪讲的非常的对了哈，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大概都跟内政部有关的哈。那其实我们内政部影响基本上来讲，大概就是国民党团跟民众党团大概就是删20%，然后动30%。但是因为冻结要解冻的预算的程序非常的繁杂，而且是在院会解冻，所以其实实质上我们大概被砍掉的预算就是一半。好，那这里面呢最大的几个部分大概就是救灾，好，然后还有治安，好。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大家知道，全国的治安的维系在我们警政署，然后救灾是在我们消防署，好，那还有空勤总队。那另外一部分呢，被砍掉的预算呢，是在于说我们在补贴年轻人，哈，最主要的就是居住正义里面的租金补贴，这2大块大概就是删除最多的哈。那其他像什么媒宣费用啦、特别费用呢，我就不在这个地方提了啦哈。那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很纳闷，就是说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其实包括警政、消防等等这些被删的预算不多，也就是说内政委员会不管是蓝、绿、白的委员在删的时候其实不多，那这夯不啷当到院会去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大块，然后大家都齐头式删掉哈。那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包括我们警政、消防的很多朋友，就是支持的团体，大家都是会觉得很纳闷哈，怎么会删掉这么多哈？那看起来大概这种无差别的这个删呢，第一个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甚至有一些我们认为是法定应该去处理的预算，可能也被删掉哈。譬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水电费也被删掉哈，或者是训练费，大家都知道警政哈，或者是民防，或者是消防，或者是空勤。他们有所谓的常态的训练费用。对，如果你没有训练的话，你怎么可能要求我们的警政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就要救灾、维护治安，又要抓坏人，又要抓歹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设备费的部分，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打诈的主要的重责大任啊，在我们的这个警政系统哈，对，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刑事侦查都需要它。结果呢，我们连警政科技侦查的预算都被这个冻结30%。那大家都知道说，冻结以后的预算，如果你要让它解冻，要一定的程序。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些是属于科技侦查的设备，你要让它变成可以到公共工程的采购的招标案，需要时间。所以如果到今年的下半年才让我们解冻的话呢，等到我们招标程序结束，大概到今年的这个8、9月去了，或是9月、10月，如果一切都是没问题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只剩下2、3个月的时间，可以建制比较好的科技侦查。所以事实上呢，我们有很多好朋友哈，都是哀鸿遍野。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应该。那我当然不愿意揣测说后面有很多是属于这种政治性的动机。所谓政治性的动机，譬如说我举个简单的案例哈，有一个新科立委的小朋友的助理哈。他们在我们内政部的网站发现到一个叫做晋级的巨人，哈，那晋级的巨人呢，只不过是一个蓝色，只不过是一个蓝色的部分。坦白讲，它放在那边多久我不知道，我们的小编放多久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寒流来袭。那大家知道寒流来冷，好，大家就是用白色，就是蓝色，对啊，请大家多穿点衣服。那这样子被某一个新科立委的小编就把它拿来说，我们藐视国民党。然后就要删除我们的费用，好，那后来因为压力太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动漫里面的一环嘛，哈，连我都觉得那个画很不好看，但是它就是吸睛，告诉你说，出门多穿点衣服，不要感冒，就这样而已，连这种属于这个小幽默都没有，我是觉得非常不可取。你一定没想到会有这种事的。我也没想到，是后来看到真的要处理了。
那当然后来他们因为压力太大，而且是个别的委员，所以他们拿掉了哈。我想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像国民党党团他们跟民众党的党团一直在控诉说。内政部你们的很多训练费用，你就是委托黑熊学院。对，这等一下我本来想说要问你，那黑熊到底拿了政府多少钱？没有，我们去因为我是去年5月20才上任，我去看以前的没有委托，未来的当然也没委托，未来根本还没发生。对，所以我们一再讲说，真的我们跟黑熊学院没有任何其他的委托关系，甚至说用这种譬如说1万、2万、3万都没有。我们只能去找出来，我花多少时间去找出来？就是说，我们的消防署跟警政署在做常年培训这些义消、义警、民防大队讲师，我全部把它弄出来，600多个，600多个讲师里面，大概要么就是警政、消防自己本身的教官，要么就是医院，譬如说在做紧急救护的教官、护士、医生等等，这些都是学有专精、有证照的人。所以我不晓得他们控诉是什么理由。我们说不，他们说是；我们说不，他们说是。那我就问说，那请你把证据告诉我。我们有哪个地方是隐瞒的？也没有。那因为这个理由，就是要把消防的预算全部删除掉。我看到后来王宏威委员好像有提到说，因为你们未来可能会委托黑熊，那就是画一个空中的蓝图，然后先射靶，这样不对啊，就没有嘛。既然是没有的话，就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你说你未来可能会发生，是。所以这个引起反而很多义消同仁，或是说支持消防救灾救难同仁的一些困扰哈。那我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在每个县市地方的民防大队长，或者是我们每个县市地方的救难协会，我们有时候当然会委托他们做。譬如说你现在譬如说现在山难，我们当然要请救难协会的人，你要能够有好的这个技巧以外，要有很多设备。那这些是常年跟我们的消防署或是跟各地的消防局在联络处理救灾救难的，不是救难不是嘴巴在救难，对，救难你要有体力，你要了解山上的状况，对，山域救难、海域救难都要有。那为什么你莫名其妙就要把它删掉呢？而且这是出自党团的，国民党团的，所以它影响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人命的急救部分。没错。我一再跟他讲，我们说，譬如说我们现在碰到天灾跟人祸，当你出动这些专业的救难团体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说你是属于哪一党的，我哪一党先救，哪个地方危险就需要救就先救了啊。就像你救护车叫来的时候，他管你是什么的，就是哪一党的啊，我考虑要不要开出去。我们不是共产集权国家，还要出示什么党政，就是一定是生命救援为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自己消防署或警政署会被人家责难。我们没有这样子，所以无差别的想要把这些预算删除或者是冻结，我觉得真的是无理到个极点。无理。那赖清德总统有说，哇，史无前例，对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巨大。内政部以前没有碰过这种删成这个样子，没有，完全没有。而且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部分是在于说，我刚好特别提到，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国土署国土署以前叫营建署国土署里面有大概70%到80%都是补助地方县市政府，譬如说下水道。譬如说道路，像现在我们行人道路安全的部分，我们还用评比那这些都是已经要补助到每个县市地方政府去，这个也被删或者动一部分。那所以地方不要喽，地方不要这些钱喽？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这些钱。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蔡总统到现在都在推动社宅嘛对。那我们社宅了3支箭，一个就是新建社宅，一个叫包租代管，一个就是叫做这个租金补贴。目前租金补贴的户数是高达将近75万户，这些都是年轻人，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大学生或者刚刚进入社会里面的年轻人75万户。75万户里面大概也是6-7成都是集中在6都，因为大学都是靠近这些大的都会地区那这个呢，我们也被删1成，可能会再动。那删1成大概是将近有40几亿左右，所以我们才会说，说不定到今年11月的时候呢，这就是米缸就没米了，我们也不能把瓮拿给你所以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大学生来申请的时候，人家也没有问他说你是哪一党的，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无差别的这种删跟动，大概就是为了后面有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样的政治目的，譬如说
他会觉得说，我删你国土署，可能是因为，上次你国土计划法的时候呢，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向去处理你国土计划法应该有的，所以我们很坚持。那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来变相的处罚你这样子。的确蛮夸张的，因为这个社会住宅的预算被删哦，黄国昌有签。那黄国昌也一直希望我们要这个居住正义，但是另外一手却删了社会住宅。另外要盖社会住宅的，在汐止那个地方，白袍湖，对，白袍湖。然后汐止当地的立法委员说，这种鬼地方，他自己叫自己的选区是鬼地方，买不到咸酥鸡，所以不要盖。其实我觉得这理由都他完全错误。其实是这样，白袍湖白袍湖那个地方，如果是旧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一个掩埋场，但是我们要造镇。汐止是一块可以衔接基隆跟台北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如果把白袍湖的社会住宅建出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都市计划要做整个大翻转，让它由黑转成红，所以我们要盖社宅。所以以后会买到咸酥鸡，麻烦预算不要这样删，好不好？但是它整个都删掉了，而且我要跟时期讲的部分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小造镇的计划，其实新北市政府是同意的。他们也通过了第一阶段在跟都市审议的过程，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国民党的立法院就立法委员就完全把它删掉。听说他对这个地点不是很满意。对，因为他说那是鬼地方。我通常不会说我们自己家乡是鬼地方，而且他很敢有人愿意把那个鬼地方变成是天使在那个生活的区域，有什么不好？这个不是更好吗？那所以现在预算被砍成这样，就已经没有任何可补救之办法了。第一个到现在为止那个立法院所通过的这个114年的预算书还没有送到行政院，就是等于行政院还不能对外公布，因为一个114年的预算等于是一个法律案，所以到底有没有转换空间我不知道。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说我们所推出的这些业务费的预算大概有一半是被砍掉的。那既然是有一半砍掉的话呢，我有的时候我被那些比我们更穷更可怜的部会讲说，那这样子你就早上喝茶看报，然后下午就看报喝茶吧，要不然怎么办？调换一下顺序，看茶看报，先看报再喝茶，或先喝茶再看报。当然这是玩笑话，是啦。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说有这个可以有转换的空间因为坦白讲我们全国那么多警消的人力全部加在一起将近10万的人力，那他们呢，一定是站在稳定全台湾的治安跟我们的灾救安全的第一线。对，那你站在第一线，你总不能说我就赤身裸体往前冲，没有给他任何装备，没有给他任何设备，没有给他任何通讯费用。我想这样子对很多公教人员来讲是一种挫折。其实通常警消的预算在各个地方政府都不太会被删，因为他们就是辛苦、危险、救人这样子的工作。坦白讲，在委员会里面也没有怎么就是删100万，意思这样。那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就大删，那所以它的确会影响到说，那所以我们没有这些设备费啦，我们没有这些训练费啦，那所以我们人力就会短缺，我们的设备就会不够所以救灾的能量就会下降。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空勤总队，就是最近这几天因为有山域救难那个每次都看到直升机那个空勤总队里面的训练费用其实不多，就几千万。可是你知道吗？是这些空勤总队的直升机飞行员，他们是要送到原来直升机的原产地的地方做常年的专业训练。当然啦，开飞机耶，开的是直升机，而且还有黑鹰你不能说你不要把它以为是骑脚踏车，不是他们要看各种仪表板，然后很多气象资料、云层资料，那个是要常年受训。我们连这个都被删跟动，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还是需要鼓励他们，就是说删跟动预算其实不是对公教人员的一种惩罚，而是说我们仍然尽我们的努力在做我都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鼓励大家说，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把我们应该做的先做好。所以我们先把上半年可以用的预算先用，这样子。我认为还是要维持原来的常态的训练。你不能说因为没有钱，所以我就不训练了，有钱再说。
我不想用这样子来面对我们很多其他没有主张要删预算的人。更何况我们站在第一线的时候，就是我刚所说的，你全国的社会的稳定，包括治安、灾救的稳定，不能因为说我删了50%，所以我就救50%的，你有50%不救，没有这件事。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这是在变相处罚那种战战兢兢站在第一线的公务人员，而且其实是在变相惩罚需要被帮助的人民，对，就是普遍的人民，他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不好意思，量能缩减。